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27期。之前呢，我读过一本书叫《伦敦人》，书里的主人公决定搬去泰晤士河的南边生活，然后他当时还租住在泰晤士河北边的 Highbury 的房东太太呢，听到他这个决定之后就说，我以前呢也有朋友住在河的南边，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这个作者就感慨呀，说你这个就说的好像是住在伦敦北边的人，你要有护照才能去河的南边一样。但事实上呢，如果你来到伦敦，不管是旅行还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东南西北都转一转，有的时候在某一些地界，你的确会觉得自己身处在不同的国度。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想来聊一聊伦敦强烈的地区文化差异和彼此之间赤裸裸的地域偏见。如果你对伦敦的治安话题感兴趣，请点击观看我之前做过的视频获取信息。YouGov 呢曾经对伦敦人做过一个调查，他让受访者呢去挑选针对伦敦东南西北这4个区域你觉得最贴切的形容词，结果呢将伦敦分裂成为完全不同的4个城市：东部贫穷，西部高贵，南部粗野，北部知性。这也印证了为什么有人问到我要去伦敦生活或者是旅行，到底住在哪里比较好，他常常得到一个回答：别住东边，乱，西边最好。除了东南西北，伦敦人还有一个简单粗暴的答案：看邮边。泰晤士河呢穿过伦敦，将伦敦划分成了南北。伦敦的邮边呢也据此划分成了7个方位。最中心的核心地带 Central London 是以字母 C 来替代，那 N 就是指北边， W 就指西边， NW 西北， E 东边， SW 西南， SE 东南。邮边不仅能够表明这个人他住在哪个方位，离市中心大概有多远，而这个字母加数字的组合背后所代表的地段呢，又常常被解读为对方的人种、收入、职业乃至于阶级。这甚至呢产生一种社会心态，有一些人呢他对邮边所彰显的身份、阶级、种族感到敏感，甚至觉得自己因此在生活当中遭遇了偏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地区差异？一个显著的原因呢是巨大的财富差距。2014年的数据显示，英国最富裕的10%的人口呢掌握着这个国家40%的财富，而伦敦10%最富裕的人口呢掌握着这座城市61%的财富。与之相对的是50%最贫困的人口仅仅掌握这个城市5%的财富。伦敦的贫困人口呢约为250万，政府衡量贫困的主要标准是指你的家庭年收入呢低于全国中位数的60%。举一个例子，对于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来说，在去年2019年，如果你每个月扣除掉生活基本开销还有住房这些费用之后，可以支配的收入低于1161英镑，就属于贫困。关于伦敦生活成本的详细介绍呢，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这里进行观看。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伦敦具有代表性的东南西北。很多人眼里呢，东伦敦既贫穷又肮脏，但也充满了艺术气息。东区的口音呢被称为 Cockney， 这也是曾经被定义为蓝领阶级的口音。东区的建筑少不了涂鸦，这里也是一个潮流聚集地。在 Bricklane 呢，你能看到穿着具有不同个性的年轻人。但是对于家庭而言，整个东区不被视为家庭友好的区域。在教育上呢，这里也是比较大的穆斯林以及印巴人生活区。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Bricklane 呢，它也被称为伦敦的孟加拉邦，这里的中小学的学生也大多是以穆斯林为主，这就使得其他族裔的家庭呢反而担心文化不够多元。那在生活质量上呢，东区的 Council House 也就是政府福利房也非常的多，非常的拥挤。如果那里的住户稍微他不维护这个公共区域的卫生，就会显得非常的脏。像它的那个白教堂地区 Whitechapel， 我真的是人生中第一次见到有一条街它脏到需要用高压水炮车去进行清洗。还有像 Newham 这个地区呢，它是全英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不平等、无家可归、失业以及在职贫困这4个指标当中呢，都处于最严重的地区。但是呢，它的教育质量反而位居英国的第16名，整个区也是英国文化最多元的一个地区之一。这一个区呢，就有147种语言。其实这些年呢，伦敦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改善这个东区的环境。像2016年的伦敦奥运会呢，就选在了位于伦敦东区的 Stratford， 那修建了高端的一些体育设施，还有新兴的住宅楼、购物商场以及轨道交通这一系列的配置，的确使这些区域呢焕发了活力。但总体来说呢，伦敦东区的发展与西边相比呢，差距依然巨大。来说伦敦的西边，从女王的白金汉宫到名流巨富扎堆做邻居的骑士桥、南肯辛顿和切尔西，西伦敦呢是非常典型的富人区，这里的白人居民比例呢也明显的偏高。接受了访问的人呢，谈到对于西区的印象，提到最多的词就是奢华、时髦，还有自命不凡。和东区挤在一起的政府福利房比呢，西区倒是也有很多挤在一起的建筑，比方说
说像各个国家的大使馆、博物馆、高级剧院，还有一些高档酒店，以及一栋又一栋连在一起的维多利亚式的住宅建筑。说完西边来说北边，因为伦敦的北部呢又是一个传奇人物的汇聚之地，尤其是作家、艺术家等，像知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曾经居住于此。这里呢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区域，文化气息非常的重，但是其实今天已经过了它曾经的鼎盛时期。北边的生活成本呢也略高，你看那个全英最贵的街区排行就知道，从2015到2018年度吧，上榜的邮编基本上都是在西伦敦跟北伦敦。跟东西北呢隔着一条泰晤士河的南伦敦，其实在过去呢一直都是被别人忽略的。人们经常感到去到南伦敦的路途稍微有些艰难，尤其是已经习惯了地铁出行的人，因为在南伦敦它的地铁路线非常的少，公共轨道交通呢更多还是以火车或者是轻轨为主。历史上呢，罗马人开拓建立的伦敦就位于泰晤士河的北岸，北岸也保留了当时大部分的中央活动区，所以这座城市当中著名或者是时髦的地区呢，它更有可能位于北岸。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南部它获得的最多的形容词呢是粗野与沉闷。但是南部呢也有优点，那就是它独占一方天地，拥有大把的绿色空间，而且教育资源不错。所以最近这些年呢，很多有了孩子的家庭，他们就会选择离开自己原来那个拥挤不堪的地区，去南边换个更宽敞的房子，拥有更优质的家庭时光。所以我们总的再来看一下伦敦的东南西北中，最核心的中间区域 City of London 就是伦敦金融城，它是金融贸易中心，这里呢商业人士居多，生活很便利，生活成本也比较高。西伦敦它是英国王宫、首相官邸、政府的议会以及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所在地，是公认的富人区。东伦敦过去呢它是工业区和工人阶级的住宅区，今天呢它是潮流文化的发展地，外来移民的比例呢稍微高，生活成本略低。而南北两区呢，它的普通或者是中产阶级的居民比例略高。但这个呢其实只是一个片面的总结，如果我们真的细看客观数据，事实是贫富不均在伦敦的东南西北每一个区它有更详细的划分，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地段。所以在权贵扎堆的西边呢，它也有穷人生活的地区，而东部跟南部呢也保有富人和中产阶级的风水宝地。为了避免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的发展呢，政府做的最明显的举措就是伦敦的政府它为贫困家庭所提供的这个政府福利房，它不是仅限于在某一个方位的某一个区域，而是在东南西北，不管是市中心还是稍微远一的地方，每一个片区基本上都有。所以我之前也讲过，来伦敦生活呢，你不能只是单独的看方位，你还要看具体的地段，有时候隔了一两条街呢，就是隔了另一片天地。那么来伦敦旅行与生活到底住在哪里，其实要取决于你对于治安、交通还有生活品质的要求。后面的节目呢，我会从个人体验的角度出发，结合客观数据，跟大家细细聊一下伦敦的东南西北，我觉得 yes 或者是 no 的区域。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订阅收看。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一定要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迷思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